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开箱富冈义勇 Propica 日轮刀。那我这一把日轮刀是在看完《鬼灭之刃无限城》电影版，这个情绪激动，一时难以平复啊，就开始上网搜寻，就看到了这个笨呆跟魂商店推出的这个系列 Propica 日轮刀。概念就是用一个非常接近真实比例的方式去做一个近似的复制品。那因为我看到的时候，在台湾已经过了这个预购的期限了，那网络上其实也找不太到什么一个有货的地方哈，所以最后我这一把是从美国亚马逊订来的，所以是这个过了我们的海关哦，从美国来的日本日轮刀。那我们先看到这箱子外围。这个什么输送箱的标签，这个箱子是用来保护运输的本体，所以箱子本身如果受损或者是有掉色情况出现，是不予更换的。这边一个角落它有挖一个箭头，贴一个跳的地方。日轮刀富冈义勇，义勇 Tomi Okasan。好，那我们现在就来把这个箱子揭开。其实我已经先开过了，那我这边是让大家看一下这个箱子外壳。你一打开就会看到，里面显现的画面是日轮刀。那我们可以看到它前面这边是用了反光的材质去印它这个字体哦。Propica 日轮刀富冈义勇鬼灭之刃。事不宜迟，我们现在把它拿出来。嘿，哦。哇，这有一种出鞘的感觉。那你可以看到这边其实这边是用一个平的印刷，就是它没有印那个反光条的部分，做一个展示品。那我们这边有看到，这边是我们义勇在这个动画版第1集的时候去拯救这个炭治郎兄妹的画面哦。那正面的话呢，是它的这个宣传图，所以这边 OK， 我们看到这边又用了一个反光的字体，然后这边是我们非常帅的义勇大哥，然后这是他鬼灭之刃日轮刀富冈义勇。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面就很特别了，这一面就是哇，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出来，这是有一个反光的刀身是有一个反光的材质，跟那个字体一样，这边就很炫炮，就是这个刀的本体哈。恶鬼灭杀，非常漂亮，这一面就非常的漂亮。那它这个版本，它的刃刀比较有趣的是说，它会有那个刀剑挥舞的音效，然后鬼灭之刃的音乐跟富冈义勇的配音，用一个大约1:1的比例去制作的。那因为他们并没有一个实际上的数字，所以是用一个推测的值哦。这边是笨呆的商标。那这一面是它商品的介绍，这边是它的注意事项。那你可以看到，因为是亚马逊的版本，所以多了一张英文的贴纸。用这个富冈义勇设定的身高去推算出这个大约1:1的比例哦。展示用的台座跟这个说明书。电池是没有附在这个包装里面的。如果你想要让它发出声音的话，你必须再另外添购2颗这个4号电池，遥控器用的那一种。玩具的对象是要15岁以上，这一把是从亚马逊买来的，所以它这边盒子上面会有多一个标注说这个 sales outside Japan only， 所以就是海外版本的。那其实打开来看，里面是没有不一样的部分哈。我们再来看一下里面，只是从这边打开看。那有一点是觉得这个比较不好的地方，就是说它这个上面开的地方是壳得很紧，我这。开的时候都很怕会去伤到这个箱子，但 anyway， 反正它已经从美国来就已经有一些撞伤了，我们不要太在意。好，那很细节的哈，是在这里面打开之后，你可以看到上面这边还有印有一些相关的名言，像这一侧它是说什么？我不日文，那请这个知道的同学在下面留言。很帅，那很棒的地方是它不止这里面有，所以它2侧打开，你都会看到。
这个医用上它的一些经典的演出哦。那像这一侧，这一侧就是偏搞笑的部分啊。那这边我就看得懂了，这是什么？我没有被讨厌嘛？这个是在这个我们很常这个义勇受喜欢的原因之一哦，非常可爱。那忘了跟大家讲哦，其实，在亚马逊送来的时候，它外面还有一个箱子哦，但我已经把它丢掉，所以基本上你看到光是这个日轮刀这个送到你手上的时候，它就必须要一个亚马逊的外箱，然后一个 Paprika 自己的外箱，然后一个商品造型的外箱，所以总共有4个箱子，箱，一箱又一箱啊。商品的外箱把它放在旁边。那右长在这边陪我们一起开箱，这个箱子就比较奇特了啊，不像是我们一般那种4边都会封起来箱子，然后上下是打开，但它变成说是这个上面这边是用一片箱子的材质，用胶带去把它封起来。那其他的部分箱子是一个整体，就它这边是这样子，用折的，这边是用折的。打开箱子之后，我们就会看到。哦，里面怎么没有刀子呢？因为刀子我拿起来。那基本上你会看到它是一个塑胶壳去把它们这些固定在位。那这边这个是它的刀架的部分。那刀柄会看到这边有个刀柄的形状，透明的。那这是一个也是这个刀架的部分，看到。那蛮有趣的是，它里面会附赠你一个这个说明书，它这个说明书的封膜感觉质感非常的好啊，所以我就没有拆开来看。解说书，那一样我们就是要注意哦，这个塑胶袋可能会引起这个窒息的危险啊，所以小朋友必须要避开。我们看到这个塑胶袋上面还有一个日轮刀富冈义勇的这个羽织的图案，然后加上它是商品本体的造型。那这个我就不拆了，因为这个我觉得拆了也没什么意义。好，给大家看一下，里面有写说这个箱子的内容物嘛，就是这个日轮刀的本体，然后有一个刀鞘，然后这个刀的这个展示架的这个组合的部分，2个底座，然后2个展示架。OK， 我们把它放进去。接下来我会直接拿我们这个刀子的部分出来，所以现在大家看一下，非常的帅气啊！这个日轮刀，从底到我的这个快到我腰际这里啊，所以大概应该有90将近100公分左右。没有去量实际的数值，那猜测。那如果有知道这个真实数字的朋友，请在底下帮我们留言。那我们看它刀鞘的部分是用这个金色的前后金色的材质，塑胶。但是提醒大家，就是它这把刀所有的东西都是用塑胶制成的，除了它里面放电池的部分。那因为今天我们重点就是本体，那声音的部分，因为已经很多人去做过，那我这边就不做声音的部分的展现，那我只专注在这个外表的。俺が来るまでよくこらえた。这个刀柄的部分，它的材质也是用塑胶去模拟这个就是绳子缠绕的纹路。那里面是透露出一个这个深蓝色、蓝黑色的这个涂装，比较沉稳的感觉。但是我个人觉得很骚包的一部分是说，它这个刀2的部分是用这个紫色，然后是有点反光的金属的感觉。然后在这个刀的尾巴这边也是哦。它的刀鞘部分也是采一个，怎么说呢？会反光的黑色的烤漆，这样。如果大家有看小只汽车的话，应该知道是什么黑色的钢琴烤漆嘛，是这样说。如果讲不对，也请多多包涵。OK， 那我们这边看一下出鞘的感觉。那我们可以看到刀身这一侧。就是刻有恶鬼灭杀的部分，那它这里面涂装我觉得蛮用心的，就是说它这除了这个刀身有一个蓝黑2色以外，它的恶鬼灭杀的这个刻字啊，它还特别用了一个白色的颜色是在里面这样子。那我不晓得这个是怎么做，我感觉非常就是用一般那种胶带遮涂的方式，好像是比较困难，所以我觉得蛮厉害的。OK， 那毕竟这是一个玩具刀，所以
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说它的刀锋是没有锐利的部分，就是它是本体应该是2片塑胶上下合起来，所以在刀锋部分你可以看到，就是它有一个这个合线哦，所以这个是不会伤的，但是还是要注意，因为它的最尖端的部分，这个是还是有点尖尖的感觉，所以就是还是有点危险性。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刀身的烤漆，在这个刀背的部分是用到一个黑色的亮面的烤漆，然后在刀刃的部分呢是一个蓝色，深蓝色哦。我觉得这个蓝色就是当初就是看到这个蓝色很漂亮，我就是受不了，接受不了，我想了很久，最后还是下单了。一个蓝色非常好看、非常漂亮的蓝色的颜色，然后接近刀锋的部分有一个银色的这个涂层，所以这边是刀锋有一个银色，所以它总共有3个颜色，一个刀锋银色的渐层，然后刀刃这边蓝色的烤漆，然后最后刀背黑色的反光的烤漆。那很不幸的是，我这一把热刃刀开枪的时候，它有一些瑕疵哦，像是在这一侧恶鬼灭杀哦，就是它正面这一侧，这里有一个黑色的这个圈圈的烤漆瑕疵，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出来？我等一下会再拍一个近照，补一个近照给大家看。然后，对啊，然后在这个黑色钢琴烤漆的部分，就是因为它亮面的部分呢，然后你会发现它特别明显，就是这边有一个凹，就是有一个凹凸不平的地方。对，这些瑕疵就是比较明显，像这些有一些杂质就是混在这个我们的烤漆里面。OK， 然后就是有一些这个非常明显的瑕疵的部分。那 anyway， 我觉得玩的时候不要戴眼镜就好了。然后在这个刀刃的地方，你看到这个明显一个就是烤漆没有这个平均分布，有一个堆积的地方。然后另外一个要注意，就是在你把玩的时候，因为它是这个黑色亮面的烤漆哦，所以它在进刀鞘的时候会有一个跟刀鞘摩擦的，所以像我已经把玩了一段时间，所以你看到这边其实看得出来是有一条一条的摩擦的痕迹哦。那刀鞘的部分，因为它里面是做一个，它里面做一个固定的部分，所以你当你这样收起来的时候，它是会跟里面有一个摩擦，但是它并没有非常的固定，所以你听我的声音，它是会摇晃的。不知道有没有听得到？摇晃是会有声音的。然后如果你是这边握紧的话，你会发现说它在底下这边是这个有很多空间的，所以这是要注意的地方。那在这个之前，我有调查一下，大家会说这个刻有这个字的地方啊，是它的正面，所以当它字在这一侧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这样子挂在腰间，这是它的正面的部分。那它的刀鞘里面并没有跟这个刀身有做一个密合的装置，所以它放进去之后它是会松掉，会跑出来的。那这个部分我觉得是有一些改造人家可能会在里面，在这个刀鞘里面放一个海绵，黄在海绵，然后让这个刀进去的时候可以密合起来，才不会这样子随意的滑出来。OK， 但 anyway 这个还是蛮有趣的一个东西哦，很帅。还是很帅。那刀身的部分，我们可以让大家看一下，它左右挥舞的时候，它是会有点弹性的，有点弹性的。那这个义勇伞，它的刀其实算是还算，相较之下可能还算比较坚固一点。等一下我们开另外一把狭柱的石头无力郎的刀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弹性会更有差距哦。挥舞的时候，它是非常扎实的感觉。OK，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值得一买啊。就是虽然它的烤漆的品质有点差强人意，但基本上你就是闭着眼睛玩，好不好？不要太仔细看的话，它是一把非常漂亮的刀。总结来说，这个对喜爱这个《鬼灭之刃》的朋友们，我还是会非常推荐，如果你这个能力许可，然后家里空间足够的话，收一把这个
喜欢的住的角色的日轮刀是非常值得的。那我个人觉得是要买有这个副刀鞘的版本是最超的。像一开始炭治郎的版本，它的对视刀它是没有刀鞘的，黑刀的部分。然后就算你这个平常不拿它把玩，那你像它这边家一样是摆出来，在家里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看。那这个蓝色的刀身确实是不错啦。这是我们这个忽略它的烤漆的一些问题之外。那我觉得也难免，因为毕竟这个亮面就是有些瑕疵会比较容易被发现到。以上是我们这次富冈义勇日轮刀的开箱，谢谢大家，再见。